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30号星期四，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，看我在哪儿。看，看这个地方，这是大阪的海边的海游馆。我现在到了海边，前面这个公园穿过去，应该就能看见海了。也从我家到海边8公里多。上次来这儿还是2015年，2015年是我第一次来日本，第一站是大阪。第一天晚上来了，这些海游馆和摩天轮都坐了。我感觉不应该上来，但是可以看见海。看，我应该对能去到海边，但是这儿不是外海。那天到海游馆已经都快结束营业了，最后2个多小时。当时还说这个海游馆就是水族馆啊，是好像说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，就好几层垂直的那种。现在不知道了。然后这摩天轮也坐了，它那个在一个商场上边，等于你进到商场的2层，然后上摩天轮。看，大海了。那个方向就是大海。看大船，它这算逆流而上嘛？因为它是这是一个河，整个这河的入海口，这好宽呀。这不知道叫什么丸号，它最后那个，就如果我没记错，那个马路就是丸。这摩天轮特别大，我那天坐是晚上还挺好看的，白天没有晚上好看。那现在是没有运行的状态。行，我回家了，往家跑，到这儿8公里多，回家再8公里多，今天就结束，好吧？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聊评论。有时候跑累了，或者说最后一个训练日怎么办呢？你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。怎么找事儿呢？你看我这来一趟就看了一眼不算海的海，但是也挺有意思。它其实就是大阪马拉松一开始那个路线。我们走进摩天轮看一看，就是我喊会长在不在那儿，再一直往前到那个折返那儿，不折返，再一直往前就到这儿了。看，它底下是一小商场，你进到商场里，商场里有吃饭的呀什么的。行，照个相就走，一会儿咱们换视角聊。一路风都特别大，那没办法就开机。如果有特别大的风声，大家见谅。咱们开始回评论。有小伙伴说，2019年去神户吃 A5 的和牛，也就是1万日元。因为昨天说了鳗鱼饭的事儿，就鳗鱼本身也不便宜，现在差不多到了吃鳗鱼的季节。然后神户那个牛肉其实价格差距特别大。我记得我去的时候，午餐有的便宜点的，大概6000日元就能吃到一个人。最贵一次我们吃，可能是我跟家属吃过的最贵的一顿饭，就我俩，大概是2万多日元一位。那是东京马拉松之后去有马温泉，在那儿在那个神户3宫吃的。小伙伴问昨天那个背心儿好看，那是我们的队服，那个不公开卖的，可能又要有新的了。另外就是有的小伙伴问的问题，我看基本都是
比方说我那天5个1000米，我在中间和结束都提过很多次间歇是多少，但是您还在评论问间歇是多少，可能您没看完。就是我是这样，虽然咱们这个是长视频，我知道现在人都没耐心，但是我能说清楚的我都会说清楚，包括如果我穿了件新的背心儿，我也会说在哪儿买的，怎么买的，多少钱什么的，我都会说的。5分配速 Vaporfly 和那个阿迪达斯的 Pro 2选1。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 Vaporfly。Vaporfly 没有那么硬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回程比去程难，回程上坡而且逆风。刚才说间歇那个，我们昨天大概间歇1分半，但是我建议，初跑者或者您刚开始跑间歇，或者不是很精英的话，1公里的间歇2分钟可能会比较好。下一位，怎么解决25公里之后开始掉速？这就只能靠跑量。那天马拉松这事儿特有意思，你们看所有人，包括我初跑的时候，差不多也是25公里、24公里就开始突然觉得累了，对吧？然后呢就开始掉，30多公里可能能缓过来一点，然后就又不行了。这个就单纯积累跑量就行，和单次的距离还没有太大关系。等您什么时候要解决30多公里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就把单次跑步的距离提升，就又会有效果。您这种大路口等红绿灯就只能这么折返着来。下一位，这种自由间歇的话，手表怎么设置？就是手动开始下一组，就是你比方说我是高驰，你设置重复的时候，休息那一组就是那个设置选成自由模式，就手动摁G圈的键开始了。我自己练的时候都是设好时间让它提醒我，团队这种就是自由模式。说好久没有看见史川先生了，对呀，而且我也看不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跑步的训练了。但希望史川先生能再跟我们一起跑步吧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擅长的点都不一样，不是说马拉松的成绩或者怎么样就是唯一的标准。我也挺想念史川先生的。然后是听我的呼吸比较的慢，就昨天的强度课说，如果是这位小伙伴自己跑，可能已经喘得特厉害了。呼吸这事儿是这样，我之前也说过，但是说的少。就是呼吸和跑姿一样，它都是训练的结果，很难说模仿。但是跑得多了以后呢，呼吸会更有节奏，而且跑得多了以后呢，就是你会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你顶不住的时候，你越喘其实越顶不住，而且呢就如果你伴随着顶不住开始提高呼吸频率，那你就会越来越顶不住。所以一般我都是如果比赛最后的几百米我才敢，就等于就跟有时候我们特累是叹一口气，就感觉你吊着那一口气没有了，我只能这么描述。这不是故意的，也不是就是能照猫画虎的，你就多跑。而且有一位小伙伴说的对，昨天那种强度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整个的肌肉力量和关节的强度，还没有达到心肺的极限。
这又回答下边一个问题。有小伙伴说，全力跑1公里的间歇的时候，觉得大腿发不上力，脚踩空的那种感觉。是这样的，我也会这样。如果我全力冲极限速度，就是你的后蹬已经不够充分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您也说了，倒不过腿来。就像我为什么我的天花板要比本田先生、比田中先生低呢？就是因为我再快就只能提高步频了，但是步频是有上限的。为什么只能提高步频了呢？因为步幅的能力达不到。就是你已经来不及充分后蹬，你就必须要迈下一步了，也跟核心力量不稳定有关系。这个怎么说呢？理论上说，做力量训练有帮助，实际上说，按我不成熟的经验，有难度，我只能这么描述这个事儿。这也是我想突破的点。但是我觉得我有进步，我看我现在跑动的视频和那年副中心那个比，我觉得强多了。虽然成绩没有明显的大进步吧。心率臂带绑在哪只手？心率臂带都无所谓的，心率也无所谓，它跟量血压不一样。我的建议是，手表戴哪个手就绑哪手，离得近一点，这样蓝牙的传输可能稳定一些吧。还有最后一位小伙伴说，爱好特别多。爱好特别多呢，分给跑步的时间呢就特少。有什么建议？我觉得爱好多挺好的，就是跑步或者马拉松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全部，工作和生活才是更多普通人的全部。就我练的这么多，我也无非就是早晨这一会儿和下午的力量训练。我是为了想要好成绩，而且碰巧我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爱好，或者太花时间的爱好。如果您比方又喜欢健身，又喜欢滑雪，喜欢登山，又喜欢跑步，那就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这些都是对身体、对身心好的事情。我们跑团有好多小伙伴就是不是像我这么极致追求成绩的小伙伴，也总去登个山呀，或者徒个步啊什么的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您要是要成绩，我就要一个绝对好的马拉松成绩，那吃苦训练是不可避免的。就是你每个月的跑量得在这儿，那支撑这跑量的时间得付出。那今天不知不觉跑了，我到家应该是18公里，还行哈。手表快没电了，忘充电了。就弄完这个表盘以后，电量不明显。刚才跑到14公里的手表还有9%。行，那这么着，咱们训练后见了。5月30号清晨6点54，训练结束。最后一个训练日跑了18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2，平均心率132，最快1公里4分17。这5分02其实不准确，因为我在摩天轮那儿大概停了有3分钟，那公里平均配速8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去的时候慢，回来的时候快；去的时候顺风，回来的时候逆风。一共跑18公里，第4天还行。这4个训练日算是差不多找回了就去玩之前的那个训练感觉了。今天都已经5月30号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在6月30号之前搞一个长一点的。
我尽量，我觉得可以在6月初搞一个50或者怎么样，到时候看看身体情况。如果好的话就干，如果不好就顺其自然去参赛。昨天野口先生也分享说，一般100公里的成绩怎么算呢？精英一点的运动员是马拉松最好成绩的2.7倍，差不多一点的运动员是3倍，就是你的马拉松成绩越好，这个倍数就越小。这就像好多小伙伴说，哎呀，我半马能跑1个小时50，为什么破不了4呢？就是因为你还没到那个程度。但是你如果半马是1小时17，那你的全马可能就2小时40多，你就这么感觉吧。行，那这么着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，然后明天我的休息日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关于那个上周直播说的马耳他那个视频，最近就会上，然后这周6还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半我们会直播。那就这么着，咱们下个训练日再见了。